杨紫是什么原因引起关注？肖战表示基本男粉一直冷漠，肖战又表示杨紫成了小姐姐的破保护 CP 粉。近日，有几位网友证实，肖战在接受最新采访时，将饰演林志潇的杨紫表示为那个小姐姐，并称其双眼皮撕裂，引发网络热议。一些微博网友和抖音网友直呼肖战太过分了，打破了他们对肖战和杨紫真人 CP 的幻想，因为如果不是太麻烦，建议多到生命尽头的现实。事实上，这变成了预期的开始。如果不是太麻烦，劝你一辈子的掌门人陆颖，此前在荧幕上受到尊重后，对肖战和杨紫真的 CP 一直采取行动。从外表上看，他协助两人讲述了抹黑的故事。比如 CP 粉杨紫去看肖战主演的《如梦如幻》，送了一朵花。CP 粉觉得肖战是明确欢迎杨紫的，杨紫的去进一步肯定了二人的追求总体不错。然而，如果不是太麻烦，劝你一辈子的监制，却在他的眼神中真实的表达了肖战的剧集标价变成了劝你一辈子这一组，而且他还有 offer。但是他现在变成了现在不在北京的时候，而杨紫变成了北京，所以杨紫我好像在过去。众所周知，除了肖战和杨紫之外，拜托余生中的艺人并没有给人一种非常有名的艺人的印象，所以虽然组去的个人，但网友们那么可能不会注意到。就这样，所谓的肖战明确表示欢迎杨紫，其实肖战是欢迎，如果不是太麻烦，劝你到底你的生活。就像之前一直在寻找新面貌的李沁和王卓成一样。团票时请推荐我，为我解围陈情令和狼殿下更是有。肖战和杨紫并没有真正的 CP， 也没有卖 CP 事业的意思，所以肯定不能故意假装亲近，这只是娱乐圈内找老搭档而已。有网友把注意力集中在杨紫以前的约会上，还直接暗指顾威在肖战的指导下演出，成为了19年的男1号。至于为什么杨紫注意到肖战表示男1号的追随者不为所动，肖战还暗指杨紫那个小姐姐 CP 粉闯入宝藏。一些顶级男明星的恋人，首先是真正的颜粉和女伴爱好者。你期待这样的爱好者来拜访 CP 吗？本质上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恋人们根本不在乎艺人方是怎么称呼肖战的，更不用说他被称为有钱人艺的机会。这意味着该协会并不是那么接近所有人的时间。肖战称杨紫为那个小姐姐一对 CP 粉丝毁了保护。事实上，在翻那些 CP 恋人之后，他们的极限是杨紫的粉丝，所以他们表示同意杨紫的每一场演出。老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小姐姐，所以喜欢吃 CP， 但万一肖战不参加，他就没法继续了。正常情况下，肖战嗲，杨紫跟上。02，沉香如饕餮，杨紫凯粗暴对待，拔除绝壁之心，启程到诛仙台，去野王川之苦，好一阵子。沉香木屑最初的集数不多，但目前在利用人群的指导下，通常并不合适。不少网友表示看不下去了，纷纷投降。尽管如此，这个节目取决于后续的努力。早期的程度成为向着开始的一个预兆。真正吸引人的情节是从虚张声势的心脏开始的。从此，姐妹俩发展为各具特色，搬到诛仙台，度过野王河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人类事业、监狱的开启、记忆的恢复，都是不一般的情节。严丹目前已远渡重洋，她的心已经透不过气来了。她的姐妹们也发展成了朝圣者，各有特色。搬到诛仙台戏里没有脚手架。今晚27号的剧情看完之后，想想燕丹渡过野王河已经900年了，真的好心塞，好好看啊！严丹弹跳吴桥，却被卷入野王河，她被折磨了将近900年，无法置之不理。到现在，她的头发已经白了，眼睛已经有视力障碍了，她的脸已经被消耗掉了，她的五官已经失去了，她的脚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红色，一脸的守望相助。然而，现在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久久不去野王川，就会失去精神。应援改变声音，过来看向燕丹，就像燕丹调整声音跟他一起去迪亚。到现在，
严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面部元素，所以严丹不知道变成了他，没想到变成了叶望川的长辈。他表示：宜藏，我很伤心，但如今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顾及我的未来，我不能去望川，更不能再创业了。杨紫的变态，再加上他那巨大的能力，真是太刀了。杨紫和程毅的演技真的是有几分仙侠剧的威力。本来仙侠剧具体的剧情基本都是一样的，就是各种虐字，字面意思都是心痛。不过也要看是谁演的，演得好不好，和那些一心一意的人相比，没有演技，特别是表演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特别显着。而且沉香本如碎屑的主题曲，尤其不如《三生三世》和《周生如》中的张碧晨好听，还不如毛泽东、香蜜和《君初相识》中的布衣和萨丁丁，或者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正确的背景音乐类型在真正悲剧的剧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移情作用，但沉香如粉的背景音乐很普通，这完全取决于杨紫和程毅的演技。感染观众哪一种是相当重要的。03肖战普遍火爆，尤其是他的作品不播出，漂亮的现状让粉丝非常担心。鹅厂的公关能力基本上受到了质疑，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7月份，肖战的大部分业务都只有几笔，总体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他正式宣布了 YSL 的护肤代言，出席了益达新品线上基本发布会，并与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日常。私人晚宴大部分也被狗子队拍到，可见这个月的工作强度在一种主要方式上基本不是很高。事实上，所有的名人都是这样的，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除了拍摄这几个月的忙碌，或者刚走红的艺人肯定有更多的公告外，稳定后的工作强度肯定是差不多的，工作和生活基本可以平衡。自从上一部剧基本完结后，肖战就真的很久没有进团了。原定于暑期播出的《玉骨遥》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其业务肯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持续进行的。前几天肖战直播，肖战红丝绒西装造型，肖战戴手套，肖战2022山楂树，肖战居然说我其实是个抓娃娃高手，10几个词条真的一炮而红。搜索结果让一些网友有些反感，其实很大。有网友吐槽，一个演员大抵没有演技，没有舞台，也没有什么大综艺，靠代言刷脸，潜移默化的获得存在感。一天10几个热搜肯定是没有营养的，路人看多了会特别生气。一部作品，具体来说，肖战的现状确实是隐隐的让人担忧。但这种情况基本上不是因为他普遍没有专业，而是因为某种资本的压制真的从未停止过，具体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以《与古瑶瑶》为例，原定于暑期播出的多半是，而最近网络上基本上是在隐隐约约的原定于8月11日播出。结果，肖战工作室直接辟谣了，说基本上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档期的确切消息，特别是2审基本上还没有消息。网友们纷纷质疑鹅厂的公关能力，一部剧就这样拖了观众好几次，基本出乎大家的意料。明确地说，本质上是夏季，又是8月，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如果《玉骨遥》特别是8月份没有如期播出，9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开学季。一开始一心一意的狼王殿下王牌部队余生，请多多指教，从日程到最后都是一波3折。播送，尤其是你的余生，尽心尽意，请多指教，确实压力很大，特别是和网友一起走了2年多，特别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我本以为227事件过去后，我的职业生涯会更顺利，但没想到资本的打压永远不会停止，甚至有的明星战队还公然要切断他的大部分业务资源。鹅厂在股权上大多分为2派，或者他们是这么想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派系和利益肯定是非常激烈的，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鹅厂目前正在播出的古装木偶肯定是星光灿烂，而接下来的月出海大部分都是直接的，这尤其重要。如果继续播出《玉骨遥》，一般会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直接推迟到下半年那种。肖战只是一个含蓄的演员，这部剧能否通过普遍的审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播电视，能否特别播出取决于平台，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
他怎么可能有话语权？又怎么可能真正与资本抗衡？有粉丝跟我说，从阿令时代开始，他们大多是有点喜欢肖战的，总之喜欢他的性格和性格。当他好心遇到227的时候，他好心的对他来说都是冤枉的，他在网上特别为他说话。同时，我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诛仙爱》多半是烂片。我特别不是很看好玉骨遥，剧本跟风花千骨，并且该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创建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资金流动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好的大方向。名声很容易坏，这特别重要。在资本眼里，具体不是工人，鹅家的好几位视频 VIP 代言人都被鹅厂指派为一个基本大的老傀儡，都担负着大戏的任务。方法。所以当我接下玉骨遥的时候，除了肖战对这个角色的兴趣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潜移默化的方式上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像这次普遍传闻他大部分要入组烈日与我，而制作人是新力，说明肖战有种权力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比如杨紫和成毅的沉香绝如屑，一般也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动荡，基本上终于空降定档了，口碑也基本在微妙的两极分化。一开始杨紫肯定是拒绝了这部剧，大概是因为她已经肯定演过了，有着相似的性格，粉丝们不认为她应该承认，因为第一情节中的假冒争论。最终组织以这档节目没人能演为由去找杨紫救场，可以说杨紫不得不承认这部剧。无论如何，在录制完这档节目之后，杨紫就解除了与环瑞的约定，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成立了工作室，成为了自己的掌门人。总而言之，像肖战这样没有底蕴的人，怎么可能与资本抗衡呢？今年，肖战入驻了自己的机构北京竹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也暗示着他正在筹备中。当那些已散去的协议终止时，他真的得到了自由。有网友表示喜欢肖战而不是虾，简直是标准人群。尽量不要混入虾友聚会，不要被资本所制约，不要过分的恋爱。肖战崇尚好戏，拒绝烂戏。对于被拥抱的物品，成年人有足够的金钱实力，他们会根据要求合理的得到它们。他说他宁愿不做流量和信息，资本可以绑住肖战，这也是支持他的一种方式。在支持的问题上，肖战能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同样是一种团结。无论他有需要和合理的需要多久，他都会得到他们。不过，中规中矩地说，我预计他应该炮制出更好更惊人的付费观看作品的尝试，比如去剧院看《如梦似幻》的阶段，或者付费看电视上的节目、舞台，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艺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说话，肖战向来沉着，热爱这个行业，心有余悸。相信再过10年20年，他一定会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作品多多。